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Rosie， 好久不见。前几个月回了趟国，国内有很多常见之物，但在国外不那么容易获取，或者价格相对昂贵。我回去之前就攒了一个购物清单，那今天就给大家看看我从国内带回来哪些好东西。这一期主打一个物美价廉。首先看工具类的吧，我买了一个三脚架，在英国买的话，好一点的就要上百磅，甚至几百磅，比较普通的也要几十磅。我之前买的那个非常 basic， 质量特别差，我后来发现国内同款才卖10几块、几十块，给我气的。新买的这个可比原来的专业多了，各种功能都有，操作也很简单。我买的是1.75米高，材质是铝合金，手机、相机都能用。它真的很结实，很稳固，也不重，还有手提袋，可以选择是否购买蓝牙自拍器。这个我觉得挺方便的，就买了，才10块钱。这一整套我买到手一共才花了149，这个质量配这个价格，我都有点不敢相信了，真的是太值了。英镑对人民币的汇率就按大概的9:1吧。接下来我说的价格都是人民币的原价，如果参加满减或其他活动，到手还更便宜一点。接下来说几个小电器，这是个电热的盐袋子，我选的是天鹅绒的布料，非常的舒服，可以拆卸清洗，有9档热度调节，也可以定时。这个是秋冬必备啊，腰痛、胃痛都可以缓解，我冬天真的离不开它。办公的时候也是一直开着附在腰上，我以前用的也都是从国内带来的，英国也有类似的，但是动不动就要几十磅，我这个在国内买的才69，基础版的才49。一对烘鞋器是插电用的，冬天的时候能穿上一双热乎乎的鞋会很幸福，尤其在比较潮湿的地区，可以在早上起来就把它打开，然后出门的时候刚好穿上一双暖和和的鞋，或者回家的时候把拖鞋烘一会儿，穿起来也会更舒服。我买的这个是基本款，价格是59，他们还有更高一点的配置选择，可以伸缩拉长啊，或者可以定档定时的，还有儿童版的。接下来这个我一定要推荐给大家，人体感应的 LED 橱柜灯，可以充电也可以插电。我是先给爸妈买的，实在是太好用了，我就又买了一套。我买的分别是30、40、60厘米的暖白光，这3个到手一共是240，我们分别放在了玄关、厨房和洗手间。一进门就有一个灯欢迎你的那种感觉特别好，出去的时候也不用担心关灯。比如你只是想去厨房倒杯水或者丢个东西，就没有必要开大灯，这个灯刚刚好。洗手间的灯在起夜的时候特别方便，开关从左到右是关、常亮和自动，放在自动上呢就是人体感应模式，在白天或者光线充足的情况下它是不会亮的，只有在比较暗的时候，如果检测到有人在附近就会亮起来，敏感度还挺高的。只要你一直在这个空间内活动着，它就不会灭。背面有2个磁吸的部分，把这个金属的方块粘在墙上，然后灯就可以吸住，就可以自由拿取。除了方便之外呢，还有一个补充光源的作用，比如切菜的地方有点背着光，我就把它放在那附近，视线就会变得好很多。如果你有这个需要的话，这个真的超级方便。充满一次电大概能停2个礼拜左右，看触发的频繁程度。玄关的那个灯明显要充电更频繁一些，这也是给了我一个教训或者灵感吧。以后装修的时候一定要把感应灯的事儿事先考量进去。我觉得很适合安装感应灯的地方有玄关、厨房的橱柜底部、衣橱里，还有洗手间。最好是能做内置的，就不用一直给它充电，而且这种小事儿就很能提升幸福感。下一个是碘伏棉棒，一盒有50根独立包装的棉棒，碘伏存在棉棒中间的管道里，其中一端在红线处掰开，碘伏就会顺着流入另外一个棉花头，就可以擦拭伤口了。掰掉的那一颗棉花还可以擦拭多余的碘伏，我觉得这个非常干净、卫生和便捷，在家里用或者出门的时候带着相当的方便。我买了5盒，一共是38.7块。
除胶湿巾专门用来擦拭不易清除的胶痕，每一片是独立包装的，比如不好撕掉的商标、小广告之类的。我之前用来擦拭剪刀上残留的胶痕，很好用。片尾我会再在别的盒子上试用一下。每盒36片，我买了2盒，一共9块9包邮。这个是专门擦鞋的湿巾，绿色的是皮革专用，蓝色的是运动鞋专用。我们来测试一下。What's up is down, what's left is right. Chasing stars and holding you. I can't see the end, but we'll see it through. 顺便推荐一下这双鞋，我是好多年前买的，经常穿，到现在的状态都还很好。当时刚刚出这个款式，没想到现在已经成了经典款，还在卖。它真的很好穿，特别舒服，还特别百搭。这个擦鞋湿巾是我妈妈买的，具体价格我不太清楚，但应该也不贵，我觉得非常方便。再来是从 Keep 买的筋膜球，硅胶材质，可以清洗，价格是29。我会在坐着或者站着工作的时候放在脚下滚动按摩，对腰痛竟然有一定程度的缓解，按摩其他部位也很舒服。我觉得筋膜球真的挺好的，不一定买 Keep 的，就是这种球真的非常推荐大家尝试。一双5指瑜伽袜，绑带款，质感还不错，脚底有防滑硅胶，我觉得挺好看的，也很好穿，价格是35一双。弹力带，材质是天然乳胶，没有异味，质量相当不错，价格是26。我还给爸妈买了一些其他的护具，整体来说 Keep 的东西还可以，只是有的产品的包装比想象中简单。这个大家能猜到是什么吗？是热缩膜袋子和赠送的干燥剂与胶带，它可以把你想要保存的东西塑封起来，起防护和防潮的作用。我想的是在旅行的时候把鞋封起来，这样鞋带和行李箱就不会被弄脏，也可以保护鞋子的形状，然后再额外带几个热缩袋，回程的时候再给封起来就好了。我这次测试了一下，给大家看看成果。我回来已经1周多了，塑封依然很坚固，这个过程特好玩，很神奇，效果我也很满意。它有不同尺寸可选，还有迷你版的，可以塑封遥控器。我买的是25乘40公分的，一捆50个，8块9包邮。几年前我把衣架全部换成了 MUJI 的白色衣架，但是裤夹还是旧的黑色的，因为一直找不到理想的白色的去替换，没想到这次在国内找到了。我一下买了20个，还妄想着能全都带回来，结果是真的装不下。我这次带回来5个先试试，这质感还行，挺结实的，中间还有个挂钩，这样可以叠着挂。这个和 MUJI 的白色衣架就搭多了，整个衣橱看起来就更协调一些。20个的价格是83块9。下一趴是厨具和小工具。我在一家烤肉店用着他们的小夹子，特好用，在某宝还真找到了一模一样的。做饭的时候加小东西特别方便，比如煎个豆腐啊，或者烤肉，价格是8块钱。沥油网可以沥油沥水当蒸盘，它还有配套的不锈钢的盘子可以买，但我觉得没必要，用自己的盘子就可以了，反正它下面有小角角，能自己站着。这个质量很好，很硬挺，价格是22块9。硅胶的揉面垫，和面什么的超级方便，不会粘在上面，它特别柔软，也很容易清洗，上面还有直线和圆形的刻度。我很喜欢这个凹边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面粉或水跑出去。这个做面食和烘焙很方便，而且可以折叠或者卷起来收纳，也不占地方。还有配套的切面刀，我没带回来，这一套一共是69。这个是一次性的砧板纸，这个真的是 life saver。 我一直都非常介意一件事情，就是切完生肉的案板，我得好好消毒和清理。那这个就是一次性的免洗的菜板纸，非常结实，刀也切不坏，正面是平滑的，反面有防滑的颗粒，用完直接丢掉就可以了，不用再去特别的护理案板，这也真的太棒了。
尺寸是宽24厘米，总长有3米，有内置的刀片，可以随意剪裁长度，价格是25.9块。接下来是 MUJI 的专属时间。我发现有很多东西只有国内才有，而且普遍定价要比英国低很多。这个罩里我已经种草很久了，但我在英国一直没买，我就等回国买它，因为它在英国的售价是21.95镑，而国内的定价是98。我买的那天还有活动，优惠价88。这个质量真的超级好，跟我之前用的这个对比一下，旧的这个手柄还断了。MUJI 的用料和做工强了不止100倍，按压根本不会变形，边沿要厚很多，2个把手的用料和焊接也完全不是一个水准。旧的还没有脚，不能站着，这个也要20-30呢，真是不如多花点钱买个好的。质量不好的东西用起来特生气。它跟这个利友网还是不太一样的，利友网的孔要大很多，也更平一点。这个料理夹真的超级推荐，一开始是给我妈买了一个，然后我们几乎每一次做饭都会用到它，比如从蒸锅或者空气炸锅里往外夹东西，它真的太轻便太好用了，已经成为我跟我妈的第5只手了。我后来就又给自己买了一个，硅胶材质不会对锅造成划痕，也很耐热，也好清洗，这个我真的非常推荐大家入手。国内卖38，英国卖6.95镑。橡胶手套，我以前买那些手套都不好用，总爱坏，试试 MUJI 的吧，希望不会让人失望。不分左右，手的部分前后是防滑磨砂的，这个 M 号好像有点大了，或许应该买 S 号的。这一套有3双，价格是45。可以充电的便携小电扇，我非常喜欢它简洁的外观，也可以弯折。缺点就是尺寸太小了，跟我另外一个小电扇比一下，它真的是太迷你了。在室外的话，几乎感觉不到它的风，在室内还可以。但它的优点也是我没有退货的原因，也是它的尺寸，因为很小的包也能放得进去。我的包基本都不大，所以还是把它留下了。这个价格是68，英国买17.95镑。它一共有4档，1档是省电模式，意思就是它会一会儿开一会儿关。一开始我还以为是坏了，还换了一次货，后来才知道是省电模式。2、3、4档不会存在这种情况。它还有2个很人性化的设计，就是要长按才能启动。我那个黑色的就是一按就启动了，经常它在包里被挤到就自己转起来了，回家一看，哎，怎么开着呢？但 MUJI 这个应该不会轻易出现这种情况。还有一个点是，比如说我在2档的状态下想要把它关掉，直接长按电源键就能关掉了，不需要像另外要按好几下才能关掉。虽然不是什么大事儿啊，这种对于细节的把控是真的很俘获我。不锈钢的工具刀，我以前那把刀子用了不长时间就生锈了，希望 MUJI 这个不会出现这种情况。依然我很喜欢它的外观，质感也很好，这个售价18。便携可开合的衣服刷，特迷你，旅行的时候带着，价格是26。便携的针线盒，其实这我早就喜欢，但一直没买，总觉得用不着。这次凑满减就一块买了，真的太可爱了，真是麻雀虽小啊。针还有自己的小盒，有2长2短4根针，即便不是旅行的时候，就在家里用也是可以的。修眉刀一袋有2个，一共才18，这个我觉得太值了。刀片非常的锋利，我第一次用还把自己给割伤了，大家要用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啊。外观干净简洁，开合的设计也很安全，这个性价比非常高，非常推荐。魔术贴的束带可以绑住收纳电源线，自带切线，手就可以撕开，一共有3米，价格是12。小号的铅笔盒，我是用它来装我的护甲工具的，真的刚刚好，我太喜欢了。顺便推荐一下这一套 Twisman 的4件套，包含一个指甲剪，一个我也不知道这个叫什么，就是把肉肉推到后面的小铲子，还有玻璃制的指甲锉和抛光棒，这俩是可以用水冲洗的，这样就干净很多。这一套我真的非常喜欢。他们还有一套小的旅行装，我也很喜欢，尤其是这个剪肉刺的工具和自带的小盒。
还有一个小水杯，我特别喜欢这个，没有乱七八糟的设计，就是一个水瓶一个盖儿，容量是410毫升，形状细长，小包也能放进去，有可以活动的提手，盖子很紧不漏水，材质是用于婴儿奶瓶的共聚酯材料，耐热度100摄氏度，非常安全，一点异味都没有，干净简单娇小安全，它真的是满足我所有的需求。我还给我爸妈买了这个550毫升的水杯，因为他们通常是喝茶水，所以买了这个带滤网的。开关这里还有一个小门栓，推到下方的时候盖子就打不开了，这样放在包里就更安心一点。这个盖子一按就开，单手就能操作，就很适合开车的时候用。这个耐热度是一样的，沏茶没有问题。这2个水杯我真的强烈推荐，价格分别是48和58。我还买了装水杯的网兜，肩带可以拆卸，可以手拿或者斜背。虽然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，但我觉得挺可爱的。去河边溜达的时候就可以拿着，装杯水，装袋喂小鸭子的食物就刚刚好。价格是28。软毛沐浴刷，我想用它来改善背部的皮肤状态。我以前买过一些类似的都坏掉了，MUJI这款质感挺好的，应该不容易坏。价格不便宜，要130。再来是我常年要用的化妆棉，英国卖3.5磅，国内是22，还有化妆用的海绵。我现在特别喜欢这种一次性的，用脏了就直接丢掉，不用担心细菌啊，也不用去清洗。这个是29，但英国卖6.95磅。洛棉的抹布12个才25，英国6.95磅。这个其实我早就种草了，但我嫌它贵，我就没买过。这次刚好尝试一下，好用的话跟大家说。MUJI篇结束。我还去逛了几家小店，买了头绳。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太久没回国了，国内这物价真是有点惊到我了。我之前买头绳，我记得才2-3块钱一个，这现在都要10几块了。还有这种塑料的电话线，我记得我小时候才5毛钱一个，现在这个要3块钱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这跟我印象里的不一样啊！这个跨度让我一度接受不了。还有就是，我记得这种电话线刚出来的时候都是黑色的，质量特别好，很圆滑，但是越来越不行，我已经买不到质量很好的黑色的了。那天那个老板跟我说，不太好的没法染色的料才会去做成黑色的，好的料都做成了颜色比较浅的。我觉得好不公平啊！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，就是有的东西越做越好，有的东西越出越不行。接下来是护肤品，这几个是我回国时在入境的机场免税店买的一部分，这几个价格我在另外一个视频详细说了，这边就不赘述了。这2个是我回英国的时候在离境的免税店买的，价格给大家参考一下。资生堂的洁面泡沫价格是196，这个我也用过很多瓶了，这个很好用。赫莲娜的绿宝瓶眼霜，我以前没用过这个，在飞机上就迫不及待打开用了，因为很干燥嘛。这样按摩上去真的挺舒服的，回来这1周多也一直用它，目前为止感受还真是不错。2瓶装是931，这个挺划算的。我是在国内最热的时候回去的，只要一热啊，我的皮肤真的就是各种问题。我回国前其实买了这个水杨酸，但他们给寄丢了，还好他们在国内也有旗舰店，就在国内买了，但是呢也没有解决我的问题，之后护肤剂里再细说吧。我还一起入手了这个水杨酸的身体乳，号称是可以解决背部的痘痘问题，目前我还在观望中。这个质地很容易吸收，就是味道不太好闻。还有几个小样，之后测评。还有一个应急的红霉素眼膏。接下来是零食，紫菜、香菇，我很喜欢带这些很轻也不占地方不容易坏的干货。哦，这个陈皮糖超级好吃，有机会大家一定要尝试一下。我们是去商场的时候，一个专柜人摆在那儿的糖，我爸拿给我吃，我们都好喜欢啊，回家后就去买，然后这糖就一直没断过。辣味的鲜贝、辣条、胡椒粉、火锅底料，这些其实这边也都有卖了，就是这几天应急用的。良品铺子的怪味胡豆超级好吃，这个好吃，
这个也特好吃，这个超级好吃，特别辣。这个很好吃，虽然是烧烤味，但也有点辣。这个特别好吃，和野山笋的味道一样，但是更脆一点。良品铺子是真行啊，我几乎就没踩过雷。MUJI 的栗子这个也挺好吃，还有一些散装的豆干和笋，散装的胡辣汤一大袋才几块钱，不想做饭的时候来一锅很方便。除了素棚还可以加其他的配料，我加了鸡肉和蟹棒，就看你冰箱里有什么。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